掌机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没有强悍的性能，没有丰富的使用场景，没有如手机一样的便携性，以及最重要的也似乎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游戏。于是这样一层代表着刻板印象的面纱，就这样始终蒙在产品上，也蒙在诸多用户的心里。然而相比于揭开它，我其实更好奇的是面纱本身。上世纪90年代，任天堂推出了一款叫做 Game Boy 的掌机，凭借着其在同时期产品中相对廉价的价格和俄罗斯方块等优质游戏内容下，在当时的市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销量哪怕截止到2025年现在，也可以在全球游戏中排到第4，可以说是一代传奇。但是在 Game Boy 出入中国时，由于它当时650元左右的售价，对于当时的国内实在难以接受，销量并不怎么好。以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站在当时的用户角度而言，掌机和游戏太贵，但又实在想玩怎么办呢？盗版和破解呗。于是不少人眼熟的国产山寨掌机问世，不仅整合破解了包含俄罗斯方块在内的诸多游戏，这些山寨掌机的售价也下降到了50元左右。作为 Game Boy 的平替，方块机的销量由于当时生产厂家实在是太多，根本无从计数。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它是太多人的青春回忆。继 Game Boy 之后，任天堂也推出了 GBC、GBA、NDS 等诸多迭代硬件，以及宝可梦、塞尔达、马里奥等大热系列独占 IP 来巩固自己在掌机市场的统治地位。同时，任天堂一生之敌索尼也依靠推出了性能更强和兼具影音娱乐功能的 PSP， 开始了与任天堂竞争掌机市场。于是，在任天堂和索尼等品牌在国外掌机市场的耕耘下，掌机不仅成为了国外主流的游戏设备之一，且连带着国外用户的游戏文化与国内用户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盗版和破解文化盛行，以及家长对游戏的抵制，都间接或直接影响着掌机文化在国内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不久之后的另外一样东西的爆火。2015年，随着一款叫做《英雄战记》的 MOBA 类手机游戏爆火，国内手游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其也在后来更名为大家更熟知的《王者荣耀》。此后手游市场上也逐渐出现了《刺激战场》、《原神》等被大众熟知，甚至是用来玩梗的游戏。伴随着国内手游市场高度成熟的同时，中国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手游市场。于是，在国内手游市场高度成熟所形成的多方面原因下，国内用户的游戏习惯与国外的用户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买断制和内购制，从 Game Boy 推出开始，游戏就已经是通过先付钱后游玩的模式进行售卖，并且由于国外游戏产业发达，高质量的游戏系列 IP 并不在少数，国外用户既不用担心花冤枉钱，且对于游戏厂家来讲也能更快的回本盈利。于是多年下来，国外包括掌机、PC 端用户也都早已习惯了买断制。但买断制的游戏售卖方式放在国内的游戏产业环境，这个行不通。于是通过低门槛的免费游玩，先吸引大量用户，再通过游戏内道具进行收费的内购制，就成为了国内用户的游戏习惯。而手游又天然的具备社交属性，在本就拥有着大量用户的情况下，即使你对手游甚至是所有游戏都不感兴趣，可每当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来喊你开一局时，你难道一点都不会动摇吗？啥？你真不会？那换个角色如果铺天荒的你喜欢的那个人他邀请你来开一局呢？开一局吗？开就开。杜杜全场保护，为爱尽情。手游因为天然的社交属性和其几乎没有游玩门槛的内购制，使其在国内的用户数量可以一直裂变下去，每年都能有不少新注册的玩家。但以买断制为主，需要花长时间静下心来游玩的主机用户群体增速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但这一方面是得益于去年黑神话悟空这个现象级游戏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单纯的因为主机用户在国内所有游戏用户数量中占比实在太少，所以才会显得增速很大。那具体占比多少，在公布之前大家可以先猜一下，20%、10%，那总不可能是100%，还真是1.71%。2024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6.74亿人，其中主机用户只有1154.63万人。那要是再精细到 Switch 这种掌机数据，用户数量只会更少。那这个数据不知是否出乎大家意料其实仔细想想也挺正常的。
毕竟能有几个人愿意为了玩这些小众游戏，先花个2000块钱买个硬件设备，再花200多买一个游戏，然后又花个几十块钱开通个会员，仅仅只是为了获得网络联机这个在手游上是基本功能的权利。那于是过不了多久，你不忍心 Switch 吃灰，想拿它干点别的事，却又发现，它只能用来玩游戏啊。所以客观来讲，如果你是国内的一名普通游戏用户，你会选择即下即玩毫无门槛的免费手游，还是被软硬件上各种收费的门槛挡在脸上，玩一个小众游戏像是取经一样懒得掌机呢？不用回答，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心里那层代表着刻板印象的面纱也是答案。还记得视频开始时我说的关于它的刻板印象吗？那所以说我在这段时间的试玩下，我也算是揭开了它的面纱，但我依旧不觉得面纱下的 Switch 和之前有什么太大区别。没有强悍的性能的确习惯了电脑和手游上120赫兹的帧率，再去玩 Switch 上稳30帧的画面，相比之下就会显得它性能差很多不过对于 Switch 2来讲，这个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没有丰富的使用场景和没有手机一样的便携性，这2点我觉得也没有说错。前者就不用多说了，设备只能用来玩游戏，而至于后者便携性，相对于可以塞进裤兜的手机而言，掌机嘛还是有些小巫见大巫。所谓的没有多少好玩的游戏，本质上是一个主观看法。对于 Switch 的忠实游戏用户而言，听到这句话时只会不屑一顾。但对于国内以内购制为主流的大多数国内游戏用户而言，深究 Switch 好玩的游戏是多是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再好玩，100多、200多甚至300多的售价门槛，已经足以将国内98%的游戏用户拒之门外更何况这也只是一个游戏的价格。所以这句没有多少好玩的游戏，稍微有一点像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但也不完全是，因为毕竟对于用碎片化时间玩惯了手游的用户而言，也不一定玩得来需要花长时间深度体验剧情的游戏又或者是类似马里奥这种适合在家里和朋友家人一起玩的轻娱乐游戏就比如我惊喜于发现马里奥里独特的手柄互动方式、互动时的细节动作、经典 IP 不同类型游戏的深度融合、道具互动、独特的 BOSS 战等诸多在手游上鲜少见到的游戏内容。但说真的，你要问我是否愿意为此继续玩下去，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除了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这类游戏之外，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手游可以及时且连续的带来多巴胺上的刺激也就是手机游戏更像是及时满足，而诸多买断制游戏更像是延迟满足。那各位懂那种经常上200蔬菜一路北伐地处3000不费可能半天伤害数据之然后忍不住想再开一把单等40分钟多巴胺层层递进的感觉吧？妙，那种感觉太妙不可言了。我或者说其余98%的游戏用户中，我也不知有多少人的我们，其实主观上也想喜欢上那些需要花长时间沉浸式体验，更能被称为第9艺术的游戏。但在国内这个以内购制加手游为主流的游戏文化红河中，我们就像是岸边无数细微的沙粒，在河水的日以继日的冲刷下，迟早会卷入这条主流的游戏文化长河。OK，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为了避免误会，我也需要说明一下，掌机也包含类似 Steam Deck 这种运行 Steam 平台的游戏掌机，性能更强，能当便携 PC，3A 游戏也能玩。而我之所以只字不提，是因为在我看来，它还是改变不了那90%多国内游戏用户对于掌机的刻板印象。毕竟身为小众产品，就不要奢望大众能对它投去多少目光，更遑论揭开面纱，深入了解。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起到任何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投币、收藏、再转发。如果可以的话，再给一个大大的关注。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